Every day, major events occur, and media outlets report on them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The 60O World Today team aims to provide viewers with a more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sive grasp of these events. We are committed to continuously upgrading the quality of our information product. We welcome you to join us and stay informed. 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各大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总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角度。怎么迅速而不遗漏获得他们中的要点呢？今日六度团队根据权威媒体、智库和官方机构提供的信息，对此做出专业整理、分析、比较，让大家对重大事件了解更深入，掌握更完整。我们会不断升级今日六度的智能与专业性，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称军事演习是严重警告，台湾谴责反应过度。外交官，中国在台湾北部部分地区设立了一个控制区，限制4月16日至18日的航班。此前北京最近警告说，如果台湾总统蔡英文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北京将产生严重后果。中国称，为了类比包围台湾而进行的空中和海上演习，是对台湾人及其支持独立的外国志愿者的严重警告。最近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包括过去24小时内在台湾海域发现的35架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机和8艘海军舰艇。尽管谴责中国的行动，但绝大多数台湾人赞成维持目前事实上的独立地位。中国经常以稳定该地区的名义对蔡英文进行批评。尽管如此，蔡英文强调，台湾不需要正式宣布独立，因为台湾已经被视为独立的国家，拥有健全的民主和强大的公民自由。自冠状病毒危机以来，中国和台湾的经济已经反弹，中国经济因国内消费水准上升而进一步提振。然而，据报道，中国公民在缅甸最近的武装冲突中丧生，促使人们呼吁中国军方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安全保护。马克龙在强烈反对后寻求捍卫对中国的立场。彭博社，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将寻求澄清一些人解释的言论，认为如果中国和台湾之间爆发冲突，法国不会介入。马克龙上周在中国发表讲话时，敦促欧洲不要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而是追求更大的战略独立性。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 Bruno Le Maire 为政府的做法辩护，称自6年前马克龙当选以来，这种做法一直存在。与此同时，勒梅尔表示，欧洲需要与中国接触，同时保持美国强大而可靠的盟友。总统周二抵达荷兰进行国事访问，在此期间，他将主张更紧密的欧盟一体化和共用支出。此行正值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担忧之际。在上周的一次会议上，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告诉台湾总统蔡英文，美国将确保台湾不受北京的控制。在访问荷兰期间，马克龙与 ASML Holding NV 签署了半导体和量子计算研究协定。这家荷兰公司为半导体制造商生产设备。荷兰此前曾受到美国的压力，要求收紧对 ASML 产品在中国销售的规定。中国领导人敦促海军采取坚定和灵活的态度。南华早报，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中国海军军官在捍卫自身利益时要坚定而灵活。作为广东视察之旅的一部分，这位中国领导人访问了湛江市的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他还强调了继续实现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的重要性，因为该国海军应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负责，并在台湾海峡发挥支援作用。南海舰队最近加强了对南中国海的控制，在该地区建立了大型军事基地，并经常与美国海军舰艇对峙。当时他派遣军舰靠近中国控制的岛礁，挑战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张。马克龙寻求中国帮助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弱点。英国独立报，英国前贸易大臣利兹·特拉斯 Les Truss 批评了他所说的西方领导人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迁就和绥靖，包括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要求中国帮助结束乌克兰战争。作为传统基金惠玛格丽特·撒切尔讲座的一部分，特拉斯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受到北京和莫斯科的威胁，他们将自己视为反对派的盟友。他补充说，耶特拉表示，与欧洲没有直接关系是错误的。在他的演讲中，特拉斯还批评了国家对英国和美国经济的干预增加，他声称这正在通过后门创造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越来越多的人寻求救助。他认为，商业中的再分配主义和觉醒文化限制了增长，称这些人是抵制我们需要看到的变革的一部分。特拉斯还批评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低税收协定，认为他创造了一个自满的全球卡特尔。他承认对他的议程的抵制来自他的政党、英国企业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总统乔·拜登，但强调他太在乎了，不能放弃这个议程。LVMH 警告称，即使中国经济反弹，美国经济增长也会停滞不前。
金融时报，据 LVMH 报道，随着中国摆脱严格的零新冠疫情措施，奢侈品在中国的销售正在反弹。这家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表示，2023年第一季度的全球销售额为210亿欧元，24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高端服装和皮革制品增长最强劲，增长18%至107亿欧元。LVMH 在美国的营销表现并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继2022年第四季度增长8%之后，过去3个月的销售额增长停滞不前。LVMH 拒绝透露中国的具体数据，但表示其亚洲地区的销售额在2022年第四季度下降8%之后，在2023年第一季度增长了14%。2022年12月对于中国的奢侈品牌来说是艰难的一个月，许多品牌因工人生病而暂时关闭门店，对 LVMH、卡地亚母公司利丰集团和巴宝莉的收益造成了影响。LVMH 首席财务官 Jindok Guiani 表示，中国的改善表明料改善的幅度。他指出， LVMH 的旅游零售和百货公司业务受益于中国游客在香港和澳门等热门目的地旅行2年后重返这些目的地。Guiani 表示，亚洲的业务恢复正常还需要一段时间，欧洲甚至更涨。LVMH 在1月份公布了连续第2年的创纪录利润和销售额。与 MBSP， 斯里兰卡考虑向中国出售10万只濒危猴子。南华早报，斯里兰卡农业部长表示，该国正在考虑向中国出口约10万只猕猴，以说明解决该国的经济危机。该物种原产于斯里兰卡，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红色名录上被认为是濒危物种。几乎所有动物出口在斯里兰卡通常都被禁止，没有透露有关拟议出售的财务细节。据估计，该国多克猕猴的数量在2到300万之间。猴子被认为是害虫，因为它们会破坏庄稼，有时会攻击人。斯里兰卡最近将几个物种从受保护名单中删除，包括所有3种猴子物种以及孔雀和野猪。这些变化允许农民杀死这些动物。斯里兰卡环保人士对出售猕猴的提议表示不满，认为在出售之前应该进行种群研究。近几个月来，斯里兰卡增加了茶叶、橡胶和椰子油等产品的合法出口。中国的动物贸易一直受到批评。据报道，几家动物园购买的生物表明它们是养殖的。北京暂时禁止穿山甲的繁殖，并在将穿山甲用于医疗治疗引发争议后出台了有关老虎繁殖的措施。2015年，中国商人龙永图向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捐赠了9000万美元。欧洲理事会主席查理斯花费50万英镑购买飞往中国的私人飞机。英国每日电讯，欧洲理事会主席查理斯·密雪尔 Charles Michel 在广泛使用私人飞机后，旅行费用几乎翻了2番后受到批评。密雪儿花费了他每年170万英镑预算的1/4以上去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他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分别前往参加环境峰会，当时他们卷入了一场激烈的争执，这导致布鲁塞尔被迫将2024年的旅行费用增加到2.200万英镑，比去年增加了26%。据一位匿名外交官称，密雪儿据说与地位、私人飞机和大型汽车有关。欧盟的指导方针允许高级官员在没有可行的商业路线的情况下私下旅行，但这引发了罗马尼亚欧洲议会议员克里斯蒂安·泰赫斯 Christian Tarhis 的批评，因为很难证明他在外国旅行中的公计支出大幅增加是合理的。密雪儿在旅行上的花费是他的前任唐纳德·图斯克和赫尔曼·范隆佩的4倍，他们的费用每人不超过44万英镑。密雪儿昂贵的私人飞机使用被批评为对环境的破坏。密雪儿的团队为北京之行辩护，声称有必要避免被中国严格的 COVID-19 隔离规则所缠绕。密雪儿还乘坐私人航班飞往布鲁斯尔商业航线服务良好的无障碍目的地，包括从 Luxaviation 包租一架价值33000英镑的喷气式飞机飞往柏林会见德国领导人奥拉夫·舒尔茨。尽管私人飞机需要支付相关费用，但密雪儿的发言人表示，由于乌克兰战争需要多次出国旅行来建立国际关系。德国将审查中国在汉堡港码头的股份。路透社，德国允许中远集团入股 HHLA 在汉堡港的3个码头之一的决定受到挑战，因为该码头 Tollerort 今年被列为关键基础设施。这一分类可能会重新引发一场关于中国投资德国经济危险的激烈辩论。这一决定使德国官员重新考虑允许中远集团持有托勒罗特码头的股份。欧莱雅、雨果·博斯等奢侈品牌重新聚焦中国。日经亚洲，中国市场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场，全球品牌正在涌入中国，以索取自己的份额。新冠疫情限制的放宽和中国政府对国际旅行的开放态度，吸引了欧莱雅等奢侈品牌的领导者前来参观和开拓市场。3月24日，欧莱雅首席执行官尼古拉斯·
希罗尼姆斯会见了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奢侈品牌被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所吸引，中国中产阶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专家预计，到今年年底，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将超过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在上升，进一步推动了高端零售业的增长。品牌领导者意识到中国市场带来的挑战，文化差异和当地法规是主要因素。然而，这些障碍并没有阻止全球奢侈品牌进入市场并建立业务。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的潜在回报远远大于挑战，那些成功建立自己的人可以从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中获益匪浅。中国亚投行呼吁多边贷款机构保持珍贵的优先债权人地位。金融时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经理群表示，多边贷款机构必须长期保持其优先债权人地位，以保持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方面的独特作用。尹树金说，多边开发银行应该专注于为陷入金融困境的经济体提供新资金的重要使命。他说，银行依赖于首选信用状态，并享有非常高的评级，以便他们能够以最低的成本筹集资金。然而，金补充说，主要债权人应在多大程度上与这些重债国合作，这是在考虑主权债务重组时必须解决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 G20 都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全球主权债务圆桌会议，以寻找打破主权债务谈判僵局的方法。中国呼吁多边机构与其他债权人合作，对尚比亚进行债务重组，但世界银行拒绝将其首选债权人地位摆在桌面上讨论。去年借贷成本的飙升导致9次主权债务违约，包括加纳和斯里兰卡在内的一些国家目前陷入金融困境。在中国摄影中，政治痛苦变成了身体。纽约时报在华盛顿特区赫西洪博物馆和雕塑花园举办的新中国当代摄影展览，通过中国不断发展的艺术形式，展示了中国最近的过去。策展人 Melissa Chu 选择的186张照片，以1990年代初至今的照片为特色，旨在通过张环、王庆松和艾未未等57位艺术家的作品，深入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展览主要来自拉里·沃什 Larry Walsh 的藏品，有141件作品将赠送给博物馆。这些图片的风格和主题多种多样，从行为艺术到风景和肖像画。从政治和个人的角度来看，突出的是人体的中心地位。评论家指出，这些艺术家的身体和人类形态作为行为艺术的图像，证明了文化和社会如何通过与世界的深刻身体接触来理解快速变化和发展。还有一种感觉是，展览允许艺术家以主流新闻业无法做到的方式应对社会变革和压迫性法规。正如《纽约时报》所总结的那样，取而代之的远不清楚。对于那些制作尖端中国艺术的人来说，一个几乎是英雄式的堂吉诃德时期结束了。谢谢大家收看今日6度中国版。更多及时的新闻，请看6度世界 3w.6度.world。